当你第一次听到平克·弗洛伊德那首悠扬的 Wish You Were Here， 也许会被开头仿佛收音机调频般的音效和清澈的吉他旋律吸引，而当主唱深情地唱出那句那么你真的能分清天堂与地狱吗，这一句简单的歌词却仿佛直击人心。乍听之下，它像是在和一位故友促膝长谈，语气轻柔却饱含深意。尤其是我个人就特别喜欢开头那个 So。 大家想象两个许久未面的老朋友，好不容易终于见面了，用一句诗来表示就是浮云一别后，流水10年间。自然是有无数的感情想要表达，但是再多的言语也无法诉说那种离别之情。这里歌词将千言万语化作一个简简单单的 So， 仿佛一切就都尽在不言中了，妙啊！那这首歌到底在诉说什么故事呢？其实背后隐藏的是 Pink Floyd 对一位故人的无限思念。故事要从 Pink Floyd 的创始成员之一 Syd Barrett 说起。这位天才吉他手兼歌曲作者是乐队早期迷幻风格的灵魂人物。他的创作充满了超现实的意象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充满谜语般的歌词，融合神秘主义的独特风格，再加上对谐音、回声、失真等实验音效的大胆运用，令平克·弗洛伊德在60年代中后期的伦敦摇滚圈脱颖而出。1967年，乐队凭借 Syd 创作的歌曲《Arnold Layne》、《See Emily Play》等一举成名，一时间称为英国迷幻摇滚的先锋代表。然而，同样将他送上艺术巅峰的那些力量、迷幻药物和异乎常人的思维，最终也将他推向了深渊。Syd Barrett 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尝试 LSD 等致幻剂，沉迷于那种改变感官的奇妙体验。一开始，迷幻药似乎为他的创作打开了大门，他写出了许多超前而怪诞的作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药物过量使用让他逐渐难以分清现实与幻觉。朋友们发现 Syd 变得越来越发难以琢磨，他有时在舞台上茫然地发呆，或是反复弹奏同一个音不肯停止。上电视节目时也是两眼空空，几乎无法与正常人交流。昔日那个才华横溢、幽默风趣的 Syd 正被迷幻药物和精神疾病改变成另一个模样。Syd 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以至于乐队的演出和创作都受到了影响。1968年初，Pink Floyd 无奈地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让 Syd 退出乐队。从此，他不再是 Pink Floyd 的一员。这位曾经命名了乐队、引领他们踏上星途的创始人，就这样黯然地与昔日战友们分道扬镳。Syd Barrett 的音乐生涯也几乎在此刻画上休止符。之后，他便选择隐退，回到家乡剑桥，远离乐坛。Syd 离队后，Pink Floyd 的其他成员开始了新的征程。失去了主创的他们曾一度迷茫，但很快凭借实验性的专辑《月之暗面》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在1970年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成为世界级的摇滚乐队。然而，每个走向巅峰的夜晚，总有一个身影在他们心中挥之不去，那就是远在剑桥与世隔绝的 Syd Barrett。 关于 Syd 的近况，乐队成员很少向外界提及。他们既是不愿打扰这位老友安静的生活，也是面对媒体时不知从何说起这个令人心碎的话题。Syd 仿佛从公众视野中蒸发了，这让他的形象逐渐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乐迷之间流传着各种传言，有人说 Syd 被毒品烧坏了大脑，疯掉了，甚至还有极端的谣言猜测他早已不在人世。只是乐队默默守护着这个秘密，不论传闻多么离谱， Pink Floyd 的成员从未公开澄清或讨论 Syd 的状况，这反而让他的故事更添传奇色彩，仿佛他成了一个隐居在乡间被神化了的迷幻教父。事实上， Syd 并没有死去，他一直在剑桥过着平静而隐秘的生活，与媒体和歌迷刻意保持距离。他的姐姐后来透露， Syd 并非人们想象中那样一直在精神病院度日，他远离喧嚣，安静的生活，只是他实在不理解为何外界对他过去那几年执着不放。对于 Pink Floyd 的其他成员来说， Syd 始终是他们内心深处的牵挂。
他们偶尔也会尝试和 Sid 取得联系。例如1970年，乐队的 Roger Waters 和 David Gilmour 就曾联手帮 Sid 制作他的个人专辑，试图拉他一把。可惜 Sid 的精神状态无法支撑他重新融入音乐圈。后来 Sid 的家人也婉拒了乐队成员探望的意愿，希望给他一个安静无忧的环境。这些年里，几位成员心中都隐隐有种亏欠和遗憾。吉他手 David Gilmour 坦言，我们当时已经尽力而为，那时大家都还年轻，但我还是有些后悔没有哪怕再去看看他，只是他家人当时不太鼓励我们打扰他。这种复杂的心情既有对老友的怜惜自责，又有无奈，毕竟人生不能重来，他们只能尊重 Sid 和他家人的选择。于是在公众面前， Pink Floyd 对此始终保持沉默，将所有的思念和感怀都埋藏在心底。这一沉默便是7年光阴，直到1975年，当 Pink Floyd 发行专辑 Wish You Were Here 时，乐迷们才蓦然意识到，原来乐队从未忘记 Sid。 专辑标题 Wish You Were Here， 愿你在此，仿佛一语双关地诉说出他们对这位故友的思念，而公众这才从音乐中窥见真相。 Syd Barrett 不仅没有消失在老友的记忆里，相反，他以另一种方式活在 Pink Floyd 的旋律和歌词之中。在创作 Wish You Were Here 专辑时， Pink Floyd 正处于一个特殊时期。前作《月之暗面》的空前成功为他们赢得了巨大财富和声誉，也让他们在商业上拥有充分自由，可以随心制作新的音乐。但成功的光环背后，乐队成员却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空虚和迷失，创作进展缓慢。 David Gilmour 也坦言，当所有少时的梦想、名利、金钱、鲜花、掌声都实现以后，突然要重新思考自己做音乐的动力，让人感到有点困惑，甚至空虚。1975年初，他们聚集到伦敦的录音室，准备第9张录音室专辑，却常常无所适从。据工作人员回忆，乐队有时整个下午只是射飞镖、玩文字游戏消磨时间，就是找不到灵感。在这样的状态下，贝斯手兼主唱 Roger Waters 开始敏锐地捕捉到一个主题：缺席。他发现整个乐队其实都笼罩在一种心不在焉的氛围中，大家身体上在录音室，但精神上似乎都有点游离。这种缺席的感觉不仅来自于他们自己成功后的迷茫，也来自一个老朋友长久的缺席。没错， Waters 想到的正是 Syd Barrett。 这位昔日伙伴的存在与消失，成了盘旋在他们心头上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由此 Waters 有了灵感，何不把关于 Syd 的思念和对音乐产业的不满融合为一体，作为新专辑的主题呢？于是他提议以一首 Shine on You Crazy Diamond， 意为闪耀吧你这个疯狂的钻石，作为专辑的中心。这首长达20分钟的史诗式作品，正是对 Syd Barrett 的直接致敬。歌名中的疯狂的钻石，就暗指这位迷离疯狂却又璀璨夺目的灵魂。在歌曲的早期创作阶段，有一段 David Gilmour 无意间弹出的4音符吉他旋律，让 Waters 听得出神。他说那仿佛是昔日 Syd 的幽灵在萦绕。Pink Floyd 决定把这首歌分成前后2部分，开篇和结尾遥相呼应，中间再加入其他 Wish You Were Here， 希望你在这里，说的就是那个因为致幻剂问题几年前离开乐队的 Barrett。 整张唱片围绕着缺席的概念展开，一个重要人物的缺席，一种真诚精神的缺席，以及在庞杂的音乐工业中人性和激情的缺席。专辑封面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一主题，2位身着西装的商人在空旷的电影场握手寒暄，其中一人背后悄然燃起熊熊烈火。这一火中握手的意象，象征着人们为了避免被灼伤而隐藏真情，宁可变得冷漠疏离，最终导致彼此精神上的缺席。种种细节都在暗示，这个乐队的眼中 Syd Barrett 的离开不仅是他们个人的遗憾，也是对整个时代的一种隐喻。让我们回到那首 Wish You Were Here 歌曲本身，当旋律缓缓响起，仿佛从远处的收音机传来，你能感到一丝恍惚的距离感，那正是 Pink Floyd 的精心设计的效果，象征人与人之间若即若离的疏离感。紧接着吉他清亮的波动，主唱唱出那句著名的开场：
你真的以为自己能分清天堂与地狱，晴空与痛苦吗？这一句看似简单的问句，其实是 Roger Waters 在隔空呼唤 Syd Barrett 的心声。从歌词内容看，整段第一节仿佛就是在质问和关怀 Syd 的精神状态。你能否区分真实的天堂与地狱，分清湛蓝晴空和无尽痛苦？你还能辨认出一片绿荫和冰冷铁轨的区别吗？微笑和假面具之间呢？这些充满隐喻的问题映射出 Syd 在迷幻药物侵袭下对现实与幻觉界限的模糊。曾几何时 ，Syd 追求打开意识之门，沉溺于致幻剂药物的绚丽幻象。如今 Waters 却忧心忡忡地询问他：“你还能找回昔日的自己吗？”这语气与其说是责问，不如说是不忍。只有曾与 Syd 并肩作战的人，才会如此了解他内心的迷失，对他有如此深切的痛惜与怀念。这一连串发问中，藏着乐队对老友的默契和深情。他们太清楚 Syd 经历了什么，也明白他再难回到从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在副歌部分，歌曲反复吟唱 Wish You Were Here 时，那份感情更是倾泻而出，直白却动人心弦。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最深切的表白。这一刻，舞台上的摇滚巨星们仿佛卸下所有防备，只剩几个思念好友的普通人。他们唱出这句的时候，既是唱给 Syd 听，也是唱给每一个感到遗憾和怀念的人听。正因如此， Wish You Were Here 这首歌才能超越具体语境，成为无数听众心中的疗愈圣歌。无论你怀念的是离去的朋友，还是曾经的自己，这句愿你在此都道出了共同的心声。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这首歌包含着对缺席之人的悼念，以及对名利浮华世界中人情冷漠的反思。它有多层含义，却都紧紧围绕着失去与渴望展开。失去了真挚的人，真挚的心，才会如此渴望地问一句：你还好吗？我多么希望你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录制 Wish You Were Here 专辑期间，还发生了摇滚史上极为传奇的一幕。Syd Barrett 突然出现在录音室。1975年6月的一天， Pink Floyd 正在录音室里混音 Shine On You Crazy Diamond。 一个剃光头、体态发福的陌生男子提着塑料袋走了进来，站在角落里默默地听着。起初谁也没有认出这位不速之客，乐队成员还以为是哪个工作人员，直到有人认出了他的眼神中的神采。天哪，这居然是 Syd！ 此时距离 Syd 离开乐队已经过了7年光阴，当年的俊美波西米亚少年已经变成眼前这位毫不起眼的中年男子。 Roger Waters 更是震撼的说不出话来，据说他意识到那人是 Syd 后，不禁转身落泪。乐队成员围上去和 Syd 寒暄了几句，当他们问起他对正在播放的 Shine On You Crazy Diamond 有什么看法时， Syd 淡淡的说 Sounds a bit old， 听起来有点老旧。这个回忆让在场的人百感交集，他们正混音的歌曲就是在怀念眼前这个人啊。而久别重逢却已物是人非， Syd 对音乐似乎也失去了兴趣。短暂相聚之后， Syd 很快离开了录音室，仿佛只是来人间走一遭，又回到了自己隐居的世界。这次意外的相逢成了 Pink Floyd 的成员心中永恒的痛与温柔。他们亲眼见证了往昔的朋友被岁月和疾病改变得如此面目全非，而自己能做的只有将这复杂的情感融入音乐，以告慰那不再回头的青春岁月。要真正理解 Wish You Were Here 以及 Syd Barrett 的故事，我们还需要看看当时更宏大的时代背景。Syd 所活跃的摇滚黄金年代，也就是60年代后期，是一个充满梦想与颠覆的时代。年轻人前所未有的追求精神解放，迷幻文化在英美盛行，一时间打开思维之门成为流行口号。LSD 等致幻剂被许多人视为通往艺术灵感和更高意识的途径。比如 The Beatles 的著名单曲 I'm the Walrus 就是在2次迷幻之旅后诞生的。1967年的爱之夏和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更是将迷幻文化推向巅峰。彼时的 Pink Floyd 正是在伦敦地下迷幻音乐浪潮中崛起，他的音乐配合光影、电声效果，带领观众进入前所未有的感官之旅。然而，正如所有狂欢都会迎来散场，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迷幻乌托邦开始走向幻灭，摇滚乐团失去了几位标志性人物，例如吉米·亨德里克斯、贾尼斯·乔普林等传奇在1970年前后相继去世，迷幻一代的理想在现实面前碰壁，加之社会舆论对毒品的反思和政府的打压，迷幻摇滚渐渐退烧，许多乐队改变了曲风，回归更加质朴直接的表达，或者迈向更严肃复杂的前卫摇滚。Pink Floyd 自身就是这种演变的缩影，他们从 Syd Barrett 时期天马行空的迷幻噪音蜕变为70年代中期制作宏大概念专辑的前卫摇滚巨擘。进入1970年代中期，英美社会的主旋律也与几年前大不相同。经过越南战争、民权运动、嬉皮士反文化的洗礼后，西方社会在70年代中期弥漫着一种理想破灭的失落感。以美国为例，越战的阴影、总统水门事件的丑闻，都让民众对政府和未来感到失望。英国则在经济上遭遇停滞性通胀危机，失业率上升，曾经的嬉皮梦想让位于柴米油盐的现实烦恼。在音乐领域，这种情绪也有所反映，欢乐乐观的歌谣不再盛行，取而代之的是更深沉内省的作品，以及对现实不公的批判。Pink Floyd 在1975年的创作正是顺应并代表了这样的时代精神。Wish You Were Here 这张专辑，一方面继续了他们在月之暗面中对人性的探寻，另一方面更直接地表达了对音乐产业的愤懑和对理想主义逝去的惋惜。可以说，他们既是乐队写给 Syd Barrett 个人的怀念之作，也是写给整个迷幻时代的挽歌。更有意味的是，就在 Pink Floyd 缅怀60年代理想破灭的同时，新的音乐革命已经在暗流涌动。朋克运动即将在70年代后期爆发，朋克摇滚以及简单粗粝的声音和无政府的态度，宣告了对老牌乐队的不屑。Sex Pistols 的主唱甚至穿着 I Hate Pink Floyd 的 T 恤公开挑衅。但是，即便是叛逆如朋克，也无法否认 Wish You Were Here 这种真挚作品的力量。它超越了风格和时代，触动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或许正因为如此，在经历那么多潮起潮落之后， Pink Floyd 的音乐依然屹立。而这首 Wish You Were Here 尤其被视作70年代中期摇滚乐最动人的篇章之一。在 Wish You Were Here 的结尾，音乐声渐渐远去，又融入收音机的杂音中，仿佛一切如梦幻泡影。1975年，随着这张专辑的发行，乐队用音乐向世界袒露了他们深藏心底的感情。没有什么官方声明或公告，只有一行朴素的字句：愿你在此。Syd Barrett 终于于2006年离开人世，但他早已通过 Pink Floyd 的音乐获得了一种永恒。每当这首 Wish You Were Here 响起，歌里唱道：我们就像两个失落的灵魂，在鱼缸里年复一年的游荡。这样的画面既是乐队对自己与 Syd 关系的写照，也是对许多人生命的写照。生命中总会有一些人、一些时刻如流星般划过，然后归于沉寂。但正如 Pink Floyd 用音乐所证明的，那些真正珍贵的情感从未消失，只要我们还记得，还愿意轻声呼唤愿你在此，他们就依然在我们心间闪耀。最后，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无论天堂与地狱如何难辨，真情永远清晰可见。我们听见了，你呢？